如果你以为居然只有咖啡和火车站，那你可能真的错过不少东西。这是一座看起来安静的铁路小镇，却藏着不少陪伴当地人几十年的老字号。20年20多年，我30多年了。那边40多年，86年到现在。一九60年到而家，最少有60多年6、70年了，70多接近80，应该81年。有些味道早已成了这座城市的共同记忆。你是之前在加冕那边的是吗？对，我们是以前在加冕卖汤圆的是吗？但也许有一天，这些熟悉的味道也会慢慢消失。我是第2代，家的人要认识你吗？第3代有接吗？没有，第3代看到就怕。外公到我60多年，我是做第3代的，有接手。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吃居銮的老字号，第一家就从这里开始。特别的就是鱼圆肉圆，跟外面有什么不一样？你们的鱼圆？跟盐手打的咯，自己打的。像这些酿料都是用鱼还是？肉20年，7点15分开到1点半，休息星期几？星期3。我们现在来到了居銮。说到居銮呢，大家第一印象可能会想到是居銮咖啡、居銮火车。可是居銮还有一个很吸引我的东西呢，就是鱼丸面啊。这一家呢也是蛮多当地人会推荐的一个鱼丸面啊。哇，这边也是很多乌鸦，跟巴生很像，他们不止名字很像，连乌鸦都一样多，真的。连面都很像，他们调配到的。这一个面呢，它就有点像是很均匀的一个板面了，就很像均匀又深的板面。口感来讲，它就稍微的带一点嚼劲啊，它不会到非常的弹牙，淡淡的一个葱油香味，还有一个黑酱油的调味啊。最重要，它没有碱水味。手工面。我们点的这一碗呢是餐料的，就是说它有4个酿料了，包括它的手工鱼丸啊。然后刚刚我又叫它再加了一个紫菜汤底呢，刚刚喝起来呢就是满满的紫菜味，还是喝得出是蛮浓郁的江鱼仔汤底啊。紫菜就是比较香醇、比较浓郁的那种紫菜风味啊。茄子呢是有带着油香味的，但是它不会讲说很吸油。内馅来讲，它是鱼肉跟猪肉啊。这个豆腐偏向于老豆腐啊，但是它的豆腐香气是很浓郁的。然后我觉得它很加分的是这个外衣啊，因为它油炸过呢，它外面有点脆脆这样子啊。肉馅呢，我觉得它并不会到太多油脂啊，它会稍微的比较干身一点点。这个鱼丸果然是它的招牌啊，你咬下去的时候，你可以吃到满满的那个鱼鲜味啊，弹性的来又带一点嫩，有一点很像在吃 cheese 豆腐的那种豆腐口感。所以难怪刚刚有一个安哥是会另外再加一个实力。导爆来讲，我觉得它是干干香香的，蛮浓郁的这个导爆味。你在吃这猪肉丸的同时，你就感觉到你好像在吃炸鸡这样子。炸鸡猪肉丸，我相信它的调粉应该是有用到那种炸鸡的调粉去做它外面的这个外衣啊，所以你吃起来你就会带着那种炸鸡的香料腌料啊。这样整体来讲，我觉得它酿料会稍微的偏咸口，但是这个咸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不是那种死咸啊，让你吃不下去的。这个虾米辣椒呢，就是葱头跟一点点虾米的香味啊。我觉得它的面配这个酸酸辣辣的辣椒会比较好吃，因为会更加开胃。虽然看起来很多辣椒对吗？可是它真的不会很辣，整个味道反而是带着那个格仔的酸酸，很解腻的，很开胃的。你就会得到一个很 refreshing 的干捞面，真的可以用 refreshing 来形容。所以我们来到这边呢，我们就看到它的招牌是什么，就是这一个电视机咖啡粉。所以这一杯咖啡呢，也是用 Jap Television 的咖啡了，算这是蛮浓郁的一个 kopi o， 只是说它会带一点微酸。我现在要带你去买居銮的包包，很好吃，很辣，买马盖包包这样。到了你就知道了。到了，不是这种包包吗？我们的是这种包包。我们早上7点到5点，休息星期几啊？星期3明天呢。如果我们提早卖完后，我们就提早收，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肉包类我们都是现场在这里做的啦。我们总店也是在后面吧，制作吧。不过我们卖点心还是20多年到30多年左右，比较传统，这些我们就比较特别一点，比较年轻化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来试看居銮的包包。怎么是这个包包的？我们budget有限，透明的方便人家打抢是吗？我们其实是为了这个袋子。Does it fulfill your expectation？ 生煎包的风味啊，就很接近我们一般上吃到的肉包、生肉包。肉呢，还是可以吃到一片一片的肉，放了很多的这个大葱去调味啊，所以整个风味就是满满的大葱香味跟这个肉的香味啊，把生肉包拿去煎了，就变成生煎包，就是这个意思。
它的梅菜跟肉是融合的如何？感情不是那么好，内馅吃起来有点感觉到好像是分开在调配的，就是肉有肉的腌制，梅菜有梅菜的腌制，感觉好像是后来它才全部融合在一起去包这个内馅了，感情不是那么好的味道了。在冷战。有点那种感觉了。这一个黑芝麻我看是最多人会推荐的啦，所以试试看。这个黑芝麻就跟一期中的黑芝麻有点不一样，它的风味反而是花生的味道，黑芝麻的味道没有这样突出，花生味道有点过于重啊，比较吃到 peanut butter 这样的口感。是算松软的，但是它的内馅觉得出生了一点了，带有淡淡的加工味，它的香味没有到很突出啊。这个巧克力风味就很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吃那个面包，不是到特别香浓的一个巧克力啊，就很像在吃着淡淡的巧克力馒头。像这5个吃下来呢，我觉得它的咸口会比甜口再好一点点啊。早上7点半左右到4点半左右，除非早卖完就早收啊。暂时是拜3拜4休息，70多就近80分了吧，第4代了啊。之前在那个叫什么加冕小吃中心啊，那边是我姑姑了，暂时是装修啦，然后她搬去另外一边中华楼隔壁那个小型的复合。其实来到居銮啊，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一定要尝试的就是黄面啊。可是这个黄面呢，他们这一代是叫做永珍面，是由永珍工厂所做出来，所以他们就叫它永珍面啊，主打一个低碱水，所以这个就正中我的胃口了。因为我本身其实不喜欢吃那种面很重碱水味的。我觉得它汤底做的不错，是它多了一个鲜甜，它就是你喝起来它不会讲说那么单调的辣椒跟椰浆味，多了一个咖喱粉的浓郁。味道那么重的碱水，偏向于更滑口，而且它会更有弹性啊，不会粘牙。它的面比一般的黄面好吃。必须的，因为是居銮的永珍面。豆卜就是西满咖喱汤汁的一个豆卜啊，是这个应该是叫豆鸡吧？这个比较偏辣锅，你会知道的，最近那么厉害了。看起来很香，一开始我以为它是豆鸡，可是一吃下去的时候，它真的很偏向于辣锅，就是多了一层豆皮的辣锅。西汉算新鲜，然后还是有口感的，叉烧会比较干深一些。它的辣椒配着它的面收反而会更香，辣椒就有一点很像在吃三巴的那种风味。那是冷巴的三巴，有点接近那种感觉。你们吃的好哦，谢谢你，谢谢你 Thank you， ，Thank you。要谢谢刚刚隔壁桌的朋友帮我们买单了，下次我们自己来就好，谢谢。没有拿手机哦，你帮人有带上车没有？在那间店嘎还是在车？跟你讲一个坏消息，一头饭卖完，真的？真的啦。我以为它是那个蛋糕的地方呢，看好来它是一家商店来的。 9点开到3点半，去星期几？星期3应该有超过40-50年了。刚刚有问说这个汤是要苦瓜还是要菜心？然后我们选的是苦瓜。汤底如果没有喝错的话，它是偏向于姜仔，不像我们印象中的那个猪杂汤是猪肉汤底的。猪肝不会讲臭腥味，但是它的口感会稍微的粉一点点，不会讲太过干干柴柴了。青青草原的苦瓜味啊，salad 苦瓜。肉是滑滑的，因为它有起了一层芡粉啊，猪肠也洗香香吗？洗得刚刚好，保留了那个肠子的味道。你的猪腰子好嫩这个可以，猪腰不错啊，吃起来就是软软嫩嫩的，蛮新鲜的。哎呀妈，真香！猪肝是炒到软软嫩嫩的，风味来讲，它就有点是接近于宫保，带着这个青葱味，就很香。猪肉丸呢，就有点比较接近家常的那种猪肉丸啊，内馅就是简单的调味啦，点心就稍微的带粉，只是说我觉得它比较不一样，是它有用到香茅啊，吃起来就很像你在吃板蛋鸡这样。整体来讲呢，会稍微的比较一般啦，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它这个爆炒猪肝猪腰啦，这个要取决于它的食材新鲜了，这样越新鲜就会越好吃了。下一站。来我们的老字号，我们来老字号叫什么嘞？我爱你呀，你爱我，欢迎光临。Lemon， 蜜雪给你多少钱？我打电话问看有没有。喂，谢谢光临。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隐藏在住家的马来糕点，不确定它有没有开了，也不确定找得到没有，我们就找一下看。
Paling awal 11.30 pagi sampai 6.30 petang lah. Tak ada apa-apa urusan. Kami boleh buka hari-hari. Ibu saya dah lama dah berniaga. Sejak saya belum lahir pun.这个马来糕点呢，在 Google 是找不到店名的，它是叫 Rumah Nenek， 可是 Google 找不到啦，所以我们一样会放pin在我们的 description， 所以大家可以按那个链接就可以直接找到他们的 location。我们先找一个地方停下来吃这个马来糕点啊。刚刚我们就选了几样比较有特色，然后在外地也是比较少见到的这个马来糕点啊。上面白色这一层椰浆呢是带咸口的，底下这个班丹口味的呢它是带甜口的，吃起来它就是甜甜咸咸的综合啊。它很像banana叶子的味道，可是太黏了。打开的时候有点害怕，但是你吃进去的时候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它这个龟锅鸡的风味是蛮独特的，主要也是因为它外面的这一层椰浆啊，这个椰浆呢，它们都是会带一点点咸口的。它的椰丝来讲呢，它不会讲到很甜，带一点点米香气这样子，再带一点椰香味的龟锅鸡。这个是 Roti Pulut 包成一个三角形状。开出来它就是有点黄褐色这样，就有点像甘水粽呀，咸水粽，还真的是甘水粽。诶，不一样哦，他们的甘水粽是配古拉姆拉嘎的哦。对，然后它有给你一包椰丝，还有一包古拉姆拉哥，类似糖水这样的，它得只有这样要蒸在一起吃吧。直接来到另外一个境界，会先吃到椰丝的咸，液体状的椰汤啊，就会流进你的嘴里面啊，甜甜咸咸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啊。以后端午节可以这样子搭配来吃了，真的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不错，没有想过可以这样来配。我们只是会掺白汤嘛，一般上要咸的椰丝啊。对，龟锅鸡吃得多，可是有带枣的龟锅鸡你有吃过吗？带椰浆。这个椰浆来讲呢，是还蛮咸一下的。它这个椰浆的汁哦，虽然刚才吃到很咸了，可是你在配着这个龟锅鸡一起吃的时候，它完全不咸。哦，它只有惊喜它只有一点点的微咸。反正这种咸是可以让这种甜的糕点变得更加提香。里面的内馅呢，跟刚刚的也是一样啦，就是带着一点点甜甜香香的椰丝，一点点淡淡的南瓜香味。淡淡的反而吃不出它的味道，不会很突出，可是它其实是反而觉得它的椰子变得更香了啊。对，更出现了椰奶跟椰丝的风味。整体吃下来，我觉得这一档的马来糕点都值得一试啊，因为都是属于蛮风味独特，然后口味我觉得它也是有用心在调配的，咸咸甜甜都是适中的。我们先来买一个很出名的烧肉。早上8点开到傍晚6点半，这里关了，对面巴萨开，那边是老店，本来是在巴萨里面。巴萨的话是从傍晚6点半开到第2天早上9点。继续去下一家。早上我们6点开到晚上10点，每一天都开，就8、9年了。有没有看它上面有钩子，雕猪的？我们现在来试这2个烧肉。烧肉的皮呢，它是烤的干干脆脆的，它脆的来有点接近泰国烧肉的那种脆脆的口感，同时间又有点太过油脂的味道，就仿佛很像在吃着鸡咬渣这样。肉的比例呢，它也是属于肥瘦相间的，不会太瘦也不会太肥了。叉烧呢，给到的部位会比较偏向瘦肉啦，吃起来呢，它的整个肉的质感就会稍微的比较干身，很肉干风味的叉烧。这个是金福的叉烧烧肉。猪皮来讲，它会更加的脆口，可是我觉得它脆的来，它有点过度的干身了。烧肉的风味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吃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很像台湾盐酥鸡的那种椒盐粉的味道，再带一点梅子的风味。腌制粉是跟我们平常吃到的烧肉就有点不一样了。肉质来讲，我觉得也是属于不会过干也不会过柴的一个烧肉啦。叉烧来讲呢，它就比较偏向于玻璃叉烧的叉烧，肥瘦相间的，脆口的来带点软嫩。这2家的叉烧烧肉呢是 OK 吃不错吃的，但是不会到很惊艳啦，只是说无时无刻可以吃到叉烧烧肉还是蛮幸福啦。第一次住我们这里吗？对 ，OK， 咖啡茶免费，咖啡是居然的咖啡来的啦。我们的 ice cream 也是免费的，可以试试去拿。后面有个 gym 24小时，一个小的 pantry 有货位，一个 vending machine，跟常常坐着啦，你们要办公还是有打包东西回来的，可以在后面。我们订的这个酒店是叫做 Bonbon Hotel 啦，它是2026年，就是2个月前才刚刚开张的。
然后我们订的这一间呢是 Heritage King Size 啦，它的价钱那时候订的大概是125块多这样子。这样这个酒店是很干净很新啊。Ice cream 了 ，Go go go。整个设计就是很年轻啊，而且它的椅子就是用那种竹藤那样子啊，非常有巴黎风，但是又结合了这种 gaming 元素呀，gaming 加巴黎的一个搭配。新的酒店就是香，希望以后都有这样的酒店哦。那我们可以做下单。你们是以前在加冕卖汤圆的那个是吗？那边40多年，会开档口是5点多，开到几点9点多就睡了。有什么馅料啊？晚上搞送啊，后面会跑过来。就是要找你哦。早上人家才问你，你跑去哪里？之前有一个是做这种粉的，他去了哪里？哦，那个在125，今天拜2没有？没有开。拜2拜3。他休息拜2拜3。对。老板做整30年咯，我是第二代，我30多年了，我一直在30岁了，我家的人要凌晨吗？第3代有戒吗？没有，第3代看到都怕。5点到10点就可以离开了。一样的5点半到9点多10点。然后也是休息星期3啊。对，什么时候工作？我外公到我60多年了，他是做第3代的。有接手，你们3档的一样哦。我们现在在这个叫 Coconana 的茶餐室里面呢，找到了加冕小吃中心的3个档口啊，就是有这一个汤圆、炒虾，还有那个点心啊，所以我们都叫了几样他们的经典跟招牌来试看了。这一个加冻炒面呢，它也是用永珍面的。有幼稚园时候的味道，黑酱油的味道，然后它应该有一点点猪油，再加上它有这一个豆芽，带点锅气的，但是有点焦香的。这个面因为它是用永珍面嘛，这样肯定跟我小时候的面不一样，不会这么样的软烂啊，它还是保持那个面的滑口嫩度。这个是小学的味道。傻力了，我是幼稚园的，证明你老了。你小学了吗？我还在幼稚园。它的虾甜甜的，辣椒是偏甜口的，就多了个贼酸酸的味道了，解腻。个人还是觉得不需要加就很好吃了。腐竹卷如何？吃起来呢，它就有点接近像水饺的口感跟搭配啊，多了一点点五香的味道这样子。配了一整只虾给你的早晚看，肉应该有放一点点麻油去调味。汤圆呢，档口也是有推荐，讲说它这个是比较多人吃的。芋头的部分呢，就有点接近像在吃着芋头糕的口感，带一点点的鱼香风味啊。叉烧馅料来讲呢，它也接近于像是广式的那种，皮还是脆脆的，而且可以吃到芋头的香味。扣肉来讲呢，它并没有太多的油脂啦，所以它没有那个肥瘦相间的口感，所以就会比较干涩一点。味道是简单的腌制。汤底呢就是姜汤，而且还是很浓郁的姜汤啊。已经冷了，可是还是喝得出很浓郁的姜。馅料来讲，我觉得它花生还不是很干香啊，然后它有掺了这一个芝麻的风味啦，所以如果是喜欢有芝麻味道，我觉得是 OK 的。整体下来，我觉得这3家老字号都值得尝试啦。我们从 Gelembang 的 Coconut Shake 喝到 Batu Berendam 的 Coconut Shake， 到现在来喝 Grung 的 Coconut Shake。椰水的清爽又带点椰奶的香味，接近 milkshake 了，然后它再带一点椰肉，还有那种椰水的消暑啊，更加清爽的椰子风味啊，比较一般的 ice cream， 淡淡的一个维尼拉香味的。刚刚一直讲他们叫加冕嘛，其实加冕是居銮当地的一个 hawker center 啊。然后原本我还想要去试他们的那个猪肠粉，还有另外一档的糖水啊，星际猪肉丸啊，可是也是今天没有开。看你阳水不要开门。係啦，我養性嘅字我贏，但是沒有關係啦，我們明天再去找加冕的另外幾檔的老字號。据说是加冕的鱼丸面跟鸡饭都来到这边了。隔壁的鱼丸面没有开啊？拜2沒有開。是啊，拜魚係冇。休息佢唔得開，嗱雞飯在那邊加冕了。老板，有的吃了吗？没有。你是之前在加冕那边的是吗2點半到3點。休息拜几啊？拜4。没有办法了，加冕的鱼丸面今天没有开，鸡饭也还没好，所以我们先去下一站了。还要排
对，我们来上学。哇，好美哦，那个阳光这样打进来，这边可以打卡拍照，来快点照机。如果没有吃错啊，这一碗拉萨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还有那个柚子叶的香味啊，它是很浓郁，但是它不会讲说让你吃到会突兀或者是很有违和感的，它反正整个就是 balance 到很好。柚子叶都是很配那种辣辣的腥，就不知道为什么很少的地方会放这个柚子叶。然后它的面是 spaghetti， 我问一下他的人。Any spaghetti? Spaghetti. Thank you. 还真的真的是 spaghetti。所以呢，这一碗好像在外地找不到了。它的面包边边是焦脆焦脆的，焦脆的来又带点松软的面包，咬起来就是有那个接近毛边的口感哦，应该是用好的板凳啦，蛮鲜香的它的板凳。它面包不错，就是他们的咖啡不会讲说泡到特别浓郁的，但是它有那个咖啡香气，就适中的在你的舌尖跟鼻腔之间。加淡淡的茶香味，味道很厚的那个奶味啊，再下去有点想念兔园的感觉西贝个。整体来讲，我觉得下次回来我还是会点那酒拉萨，真的很有记忆点的一个拉萨。我们去隔壁的一个公园走走，它是好像最近翻新，去找看。你走出去代表什么？你是鬼。我也没有走出去，我还在里面。然后我们就一直这样子走回吧，是吗？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等我们的 BB 团友拍完照先。Next station， 老巴萨。你们也是卖很多年了是吗？那是6点半到10点半，就是拜几啊？拜1拜2。我本身呢最少有60多年了，这个生意是公公做下来的。我算第2，第3都已经60岁了。过100年了。对啦，哇7点就有的是做到1点。就是拜几啊？拜2。扎实的鱼丸，是蛮扎实的一个鱼丸啊，你咬下去的时候，它不是那种直接脆口的，咸咸的，还是那种鱼鲜味这样子。比较偏酸香味的酱味在汤底。奶饭是 QQ 弹弹的，外面呢就有牛肉的酱汁包裹着，稍微的粘稠一点啊，很像在吃jelly这样。它的牛肉真的是煮到软软嫩嫩啊，不是那一种你一吃下去它就会有很重的那个牛骚味，它反而是带着一点肉香气的，就很像你在吃着很嫩的羊肉这样。Jelly 很好咬的一个牛筋啊，里面都是满满的那个牛肉汤底的香味，有点像鱼票，有点像猪肚的风味，它就是比较软软嫩嫩的。淡淡的药材味，再带一点那个肉骨的味道啊，蛮清甜的一个汤底。外面是干干脆脆的，里面是松松软软的，带一点牛油香。盖亚巴豆我觉得就中规中矩了，但是它的面包是烤到很香很干，香浓的来不会太厚。整体吃下来，我觉得这个鱼丸跟牛腩面都蛮不错吃的。2点多拍到5点，去拜2，6、7顺联络。有收他选购吗？没有，收现钱呢？下面有放这个，好像是葡萄干，它放瑞心的哦，很特别哦。风味是有罗汉果夹杂了这个冬瓜的香味啊，蛮特别的组合，甜甜酸酸这样子。消暑节了，喝完顶呱呱，我们去下一站，我们也来晒太阳了。我们不可以驾车吗？我的车更远，我们已经走了好一段路了。你没有跑公园是不是昨天啊？我们来跑这边的道，来和我们撑伞。巴卡巴比。
刚刚那家店是吃鸡蛋面包咖啡的一个传统老字号茶室啦。原本这个咖啡店呢，它后面的话呢，它是摆桌椅的，然后这一边就会有那个类似饭店这样子，有一个小镇的 vibes， 可以坐在这边吃面包喝咖啡。可是今天没开了，没办法。我们来买老字号月饼，这个可以放多久啊？你没有打开的话，1到2个月是最好的口感啊。如果我打开了多少1个礼拜内，放在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不用放冰箱。9点开到6点，休息星期一，靠近中秋节就每天都会开。今年81年。为什么突然间变3代了呢？因为我们昨天一边走就一边在买了啦。除了刚刚的南艺，还有昨天我们已经有去到那个油港。室温我们放5天，然后5天过你吃不完可以放冰箱冷藏2个礼拜。早上9点到下午5点半，拜1、拜2休息啊。现在然后是 after 中秋就休息星期1、星期2啊。20多年了。我们继续去下一个饼家。5天室内，5天后面吃完就收冰箱，可以收多1个礼拜。它是叫老鼠月饼啊。啊，对，早上8点半到6点，休息星期3。86年到现在，1986年。这个造型就一开始就有了。我们一开始做就做这个造型。是你们先做是吗？对呀。3家我们的一次过买一次过试啦，我们3家买的都刚好没有刀子，还好我准备了一手自己家带出来的，还要是白杠的。它的蛋黄很香，然后它的莲蓉味道很甜，饼皮是鲜鲜香香，松松软软的，微微的一个牛油味道。为什么它的豆沙比较偏牛奶的味道？它的饼皮的关系偏牛奶，这边它的红豆就被盖完了全部。翡翠的饼皮呢会更加的带点鲜鲜香香啊，然后它的馅就是微微的斑斓香味。这一家的蛋黄真的很香。这一家的饼皮它就有点接近你在吃 butter cookies 这样子，但是它是比较酥、比较松、比较沙沙的那种 butter cookies 啊。红豆沙来讲呢，味道会比较突出。翡翠月饼就比较吃得出斑斓的香味，只是说我觉得它的蛋黄呢就没有那么样的突出啊，它的风味。白莲蓉的味道可以吃得出白莲蓉微微的香味在里面了，味道太甜了。它莲蓉的味道反而没有这么突出啊。2个相比来讲，我比较喜欢它白莲蓉。它的莲蓉味道也是不会讲到特别突出，饼皮也是稍微的比较干涩，奶油会更淡了一点。这一家它反而是红豆内馅的味道会更加突出啊，比较推荐它的红豆沙的内馅。这3家这样子吃下来，我觉得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好处，就是内馅都不会很甜啊。如果比较喜欢吃蛋黄的，我会比较推南艺的，因为它的蛋黄的香味会比较突出啊。你在做什么？这样子又是全新的一盒，少了一点蛋黄味了。中秋节快乐！一9、65年做到而家，7點半開到3點。休息拜幾啊？拜一。这一家呢，主要只是卖白鸡跟烧鸡，没有卖猪肉，专门来吃鸡。这个烧鸡虽然是给鸡胸的部分了，可是它并不会到太干太柴啊。然后他们的烧鸡是有炸过，吃起来的时候呢还带点油香的。它的白鸡好特别哦，可以做到那个皮底下呢还有那一层皮下脂肪啊，整个是果冻状的。其实为什么会成这一个透明状的东西啊？刚刚我们问了 GPT 啦，海南鸡、白切鸡这类做法，因为鸡肉煮的比较嫩，皮下脂肪也不会完全溶掉，所以会特别明显啊。这也是为什么好的白切鸡或者海南鸡，它就会有这一种接力感或者滑润感，因为它的脂肪没有被完全煮掉，切开后就会形成这种漂亮的脂肪层，就类似于 jelly 的，然后带点水状这样子的一个口感。鸡肉都是很结实的，结实的来不会干干柴柴，这个是我觉得它很厉害的地方啊。滑滑嫩嫩的白鸡，比较偏清淡的鸡饭。然后刚才排队的时候，一直看到很多客人 order 这个羊角头。它的羊角豆是烫到刚刚好，不会讲过软，不会讲过硬，保留了羊角豆的脆口，它有淋一层炸蒜，蛮香的，蛮简单，但是又蛮好吃的一个羊角豆。蛮清香的花生风味，原汁原味。我觉得它并没有到太咸啊，或者是加太多的味精。非常暖胃的一碗汤。它辣椒酱就比较偏向于一般上鸡饭店会吃到的那个辣椒酱啊，但是它的是偏清爽。如果喜欢吃姜的朋友可以试看它的这个姜，味道很清香，整个加在这个白切鸡里面就会更加精神风味啊。整体吃下来，我觉得这一家店的鸡肉都是蛮不错吃的。至于它的羊角豆啊、汤啊，我都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配菜啊。
所以我们本期的 MVP 是谁呢？所以本期居銮的 MVP 我们会选的是拉萨酒后，因为它的味道还是非常有记忆点的味道。这个就是我们本期关于居銮的介绍了，欢迎大家来居銮走走吃吃玩玩，我们下期见。